风驱急雨洒高城，云压庆雷阴地生。雨过不知龙去处，一池草色万蛙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茶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鬼话怪谈。今天第一个故事是网上一篇古早灵异帖，但是这件事儿也是楼主听他一个前辈同事讲的。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，而事情发生在医院的一个护工阿姨身上。他们那家医院呢，有一个总院和一个分院，总院的建院历史很悠久，至于分院，建院时间是在90年前后，总院在市里，分院在市郊。这个分院刚规划建设的时候，就把一些老的居民房给拆迁了，其中一间居民房就是所谓的凶宅。但是这个凶宅和后来医院里发生的把护工阿姨差点吓死的事儿，到底有没有因果关联就很难说了。原本这个分院的地址是在某某某109号一带，其中一户住宅是一个带院子的平房，里面住着一对夫妻和一个孩子。男主人是个木匠，两口子都30多岁。平时男木匠会在家里接一点活，给街坊邻居打个家具什么的，女主则是在工厂里的工人，就像在80年代也是小康生活的人家。后来因为那个女的受了工伤，于是她就领着孩子去娘家住了段时间，木匠则是自己一个人在家。然后有一天早上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一个住在郊区的农村阿姨去市里的菜市场卖蔬菜，当她骑车到河边的时候，大概是觉得手拿了什么东西有点脏吧，就去到河边去洗手。洗着洗着就发现河里飘着一个袋子，撕开一个角，里面是白花花的一包猪肉。咱们都知道老一辈的人呢，要是能见到啥有用的能吃的，大概率都会带回家。所以阿姨狂喜，因为这里距离菜市场也是必经之路，她就觉得应该是有卖猪肉的来的比她还早，然后不小心掉了这一大包猪肉。接着她就赶紧把猪肉放到自己车上，赶去菜市场出摊儿。等到了地方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天也亮了，大家都过来买菜。其中一个眼疾手快的人就发现了3轮车上有一包滴着血水的东西，就说：哎，你家还卖猪肉呢呀？自己家产的猪肉还是牛肉？说着那人还随手扒开袋子看了一眼，想知道是什么肉。结果就听见那人开始嚷：这啥呀，这啥呀？大家围过来一看，我去，这不人的大腿吗？你个卖菜的咋把死人腿放车上啊？周围的人就赶紧给110打电话。后来说是破案了，凶案发生的地点就是某某某巷109号独院。至于是谁杀的人，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木匠的媳妇儿受了工伤，领着孩子去了娘家吗？然后有一天木匠家附近来了一个从苏北过来打工的女孩，那个女孩刚到城市，没吃没住的，就在街上到处挨家挨户的问要不要小工。于是那个木匠就动了心思，还给姑娘买了一碗馄饨，请姑娘去他家的空房子里住，爱住几天就住几天，等找到了工作再说。也正因如此，加上小姑娘年纪小单纯，所以久而久之就对木匠有了好感。后来俩人还发生了关系，姑娘成了小三儿，还怀了孕，而且木匠的老婆马上就要回来了。离谱的是，那个木匠要跟自己老婆离婚，跟他过日子，还求那个女孩不要走。然后等木匠老婆回来，看见自己男人出轨了，他也不离婚，就天天吵架骂木匠。之后的一天晚上，俩人吵得都在气头上，父亲就拿起自己做木工的大号刨子，几下就把自己媳妇儿给砸死了，还进行了分尸，把家弄得到处都是血。等警察过去取证的时候，在铁证如山的第一县长他也没办法狡辩，并且那个年代杀人偿命，没有任何疑问。最后呢，木匠就被五花大绑，公判立即枪决了。从那以后，木匠家的那个109号独院就一直空着。等到了90年左右，也就是拆迁前夕吧，这个独院附近有个小子正在读高中，本身就比较皮，他就觉得那个独院一直也没人居住，就想进去看看。于是翻进矮墙，来到院子，从平房的窗户爬了进去，才一落地他就滑倒了，手一摸黏糊糊的，然后就突然看到屋里亮着灯，有个男人正在地上剁尸体，屋子满地都是血，吓得那小子连滚带爬又从窗户钻了出去。等好不容易翻到院子，要从矮墙翻出去，但是他当时被吓软了，一点劲儿都没有，只能在矮墙里一顿嚎。邻居赶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尿了。不过来的人多了，大家胆子也就壮了，于是邻居们拿着棍子就走了进去。从窗户外面往里看，
就只看到那个小子的手电筒仍在房间里亮着，其余的啥都没有，没有血，更没有人。而且房主离开房子的时候都把电源给断了，所以哪来的亮灯呢？最后大家把那个吓尿的小子送回家后就散了。去看过的邻居呢，都觉得是闹鬼，没去看过的都觉得是好事者编出来的。就这样，90年代那一片的矮平房全都拆了，足足拆了好几条街，那片区域也成了医院的分院，大楼林立。但是大楼的后面直到2000年还空着一块地，本来那块规划的是几十层的建筑，只不过由于资金问题就一直没盖起来。而医院里呢配有护工阿姨，他们都是晚上9点下班，然后其中有一个阿姨打扫完卫生，换好衣服准备回家，都走出医院大门了，才想起来今天有家人感谢他送了一塑料袋水果，被他忘在了清洁车里。清洁车就停在他负责6楼的其中一间储物室，那个房间就是用来停推车放一些杂物什么的。于是他又折了回来，来到6楼，路过护士站的时候，还有值班护士冲他打招呼，说阿姨怎么又回来了呀？他说忘记拿东西了。这会儿的时间大概10点不到，而那个和阿姨打招呼的护士就是对楼主讲述这个事情的那个前辈。他说当时自己看着他又回来，接着又从屋里拿了水果，又从附近的货运电梯下去，因为比较近，所以从那部电梯下去的话是不需要经过护士站的。可当那个阿姨进了电梯，按了1楼的按键，电梯不但没下去，反而飞速的往上了。阿姨呢虽然觉得奇怪，但也不是没遇见过，于是就被电梯拉着一直上升到了顶层，开门没人进来，阿姨就按了1层。这次电梯正常运转，等到了1楼，阿姨拎着水果出来，走着走着，她发现周围熟悉的场景全都变了。出了医院以后，仿佛到了一个80年代的老街面上，这一出就给她整慌了，赶紧上去扯住街上的一个人问路，但人家也懒得搭理她。等她再想回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医院大楼了，没办法，就只能瞎走，心想着没准走着走着就回去了。但走了很久都看不到有高楼大厦，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古朴陈旧的街道，非常陌生。就在他又急又累的功夫，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巷子口了。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门开着，那里面住的总应该是当地的了吧？房屋里还透着灯光，里面还有声音。阿姨呢就进去敲门，门一敲没关，于是他就探头朝里面看，结果看见满地的血，一个男人正拎着一堆内脏，而那个内脏的来源竟然是躺在地上的一个裸体尸体上的。随即男人猛地转头盯着他，朝他这边冲，他吓得水果也扔了，死命的往回跑，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又回到了最开始从医院出来的那条街。他就使劲喊杀人啦杀人啦，但是周围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每个人都用那种特别冷漠平静的眼神看着他。反正后面他察觉不对劲儿，在跑的途中就晕倒了。等到了第二天早上4点多，医院保安才从医院大楼后面那块还空着的荒地上发现了这个阿姨。当时阿姨头发散乱，口吐白沫，晕倒在荒地上。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小雨，所以荒地上全都是她踩过的泥泞脚印，反反复复来来去去都是她一个人的。也就是说，她在荒地上来回乱走了1夜，而她的那袋水果就那么东一个西一个的散布在周围。事情发生之后，那个护工阿姨在医院急诊室急救后还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，并且阿姨还引发了挺严重的心律失常，嘴里一直说着不做了不做了不敢了。后面出院以后，她就回了南浔老家。下面这件事开始前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对恐惧的定义是什么？我觉得未知对我而言才是最吓人的。那么这个投稿故事的粉丝跟我分享了一个他去年发生的诡异事件。先交代一下背景，当时他跟几个朋友打算去成都的赵公山徒步。赵公山分东西2条线，东线的难度系数会高很多，不过他们6个人都是有徒步经验的，再加上有的朋友还专门从重庆赶过来，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难度系数大的一条。因为难度比较大嘛，所以在天气上也要稍微把控一下。最终他们就选择了前后2天都没有雨的时间段。谁都没想到的是，天气预报说的是没雨，但却下雪了。他说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，
然后当天上天，整条东线一直是在上坡，就没有出现有下坡的情况。也就是说，当他们下去的时候，理应也是一直下坡才对。整条路线上面呢，一共有4个亭子，上面都有标记。他们在出发前准备也特别充分，冬天出行，每个人都带了冰爪呀、雨衣什么的，还特意下载了离线地图，以防山上没有信号。上山的路一切顺利，但是下坡的时候，由于路很陡，要是6个人并排走的话，会很危险。如果有一个人滑倒了，另外的人可能会受到牵连，被踢到悬崖下面去。于是他们就决定2两1组，分成3组。他们团队里面就只有2个女生，分别是她和女生 A。但是他们俩的体力比这几个男生还要好，所以下山的时候就由他们打头阵，走在第1梯队。本来计划的是每经过一个亭子，就在亭子那儿等到后面的队伍汇合后再出发。但他们1号小分队到2号亭和1号亭中间的时候，就觉得天已经快黑了，而且2人的行进速度很快，每次都要等后面很久才行。他们就打算要不直接一鼓作气下到山脚那个停车的位置得了，于是就在群里面发消息，并确认了发出后，他们才接着继续往下走的。等到了1、2中间，就遇上了上山时候的第1个岔路口。那个岔路口他们记忆非常深刻，因为在上来的时候，他们遇到了一帮下山的人，还加了微信，并且那个岔路口有且只有一个关于驴友徒步组团的广告牌。岔路口呈 Y 字形，上来的时候往右，那下来的时候就应该往左走，这个逻辑上没什么问题吧。俩人就直接走了过去，但就隐隐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，感觉周围的环境有点过于安静了。怎么形容呢？正常咱们去爬山，不管是上山下山，都能听到风吹树叶呀，或者是小动物的叫声。但是他们走在那个岔路都有1公里了，一丁点声音都没有，就跟真空了一样。他甚至觉得在这种环境下待久了，人很容易精神失常，并且整个过程中2个人的手机4张卡加在一起都没有任何信号。他们这会儿就怀疑是不是走错路了，但是仔细回想了一下，逻辑上来说是不可能走错的，所以他们就打算继续往前看看。这个时候依旧是大雾加大雪，能见度非常低，基本上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状态。等那个路况稍微好了一点，他还特意拍了一张照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路况以及下雪量和雾的程度。不过他那会儿也没多想，就继续往前走。结果走了大概几公里吧，他也预测不了，反正走了挺久的。之后突然那个路就开始变陡，也就是开始上坡了，而且上坡的路还挺多。这一下子他就开始警觉了，首先他们是下山，全程下坡才对呀。其次就是他们好像从来没经过这样一个路段，再往前走的话，两边的巨石还加成了一个很狭小的缝，2个女生都要侧身才能通过的那种。由此他们完全确定坏了，于是他就说，要不咱俩回到刚刚那个 Y 字路口吧，毕竟现在与世隔绝的状态，等到他们第2小分队跟咱俩汇合了，咱们再出发。女生 A 呢，估计也是感觉不对劲儿了，就答应了。但是他们刚打算往回走，就突然听到岔路里面，也就是雾的深处，有人在说话，感觉像是一对父子，年龄应该在35左右，和一个孩子。不过这些都是他主观猜测的，也听不清他们具体在聊什么，但就是感觉有说有笑的。俩人就赶紧对着雾里喊，说里面有人吗？我们这条路是下山的吗？巴拉巴拉一大堆。这期间雾里的交谈声一直没有停止，也没有回应他们的问题。最终俩人就觉得算了吧，还是按照原计划返回吧。就在他俩转身刚走出一步，突然雾里的人用一种他们完全能够听清楚的话说了4个字，往里面走。这也是俩人全程唯一一次听清他们在说什么。再回想了之前的判断，以及里面有人告诉他们怎么走，这样一对比起刚才真空无声的路来说，有人就有了一种安全感。他就跟 A 表示，要不就还是继续往下走吧，而且走了这么久了，感觉应该也快到山底下了。于是俩人就做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，他们选择往这个岔路的深处走，然后在往里走的过程中，是一直能听到那对父子在交谈的。他们中间也有尝试跟父子俩对话，但人家也没有任何回应，
而且它们的分贝始终保持着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，就好像父子俩跟他们一直保持着匀速前进的感觉。之后大概又走了能有20分钟吧，这个声音突然就戛然而止了，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听觉真空的状态。俩人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要原路返回，不过最后也没商量出啥，他就说要不干脆先上个厕所吧，他们也都憋了挺久的。然后就在俩人原地上厕所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了一个让他背脊发凉的事儿，就是他跟女生 A 是前后脚走的，他走在最前面。当他蹲下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前面这条路的植被茂密程度比之前上山的主路还要密集，虽然看起来像条路，但其实植被的覆盖率还是有点高。其次再加上长时间下雪，地面已经覆盖了一层，从图片上也能看出来，所以如果说他们前面有人走过的话，不可能没留下脚印，或者没有植物被踩踏的痕迹。想到这儿，他是真的有点头皮发麻了，但是他并不打算告诉女生 A， 毕竟害怕不说，此时大家身体各方面都到达了极限，他就想说我们还是回 Y 字路口吧，然后就说路不对，总之就是找个理由。结果女生 A 比较实诚，直接就说你觉不觉得这条路不像有人走过的样子呀？我感觉刚才咱俩前面应该不存在那对父子。随后 A 叫他等一下，就独自往前走了几步。由于能见度比较低嘛，没几步他就消失在了雾里，但是俩人一直在对话。过了几秒后， A 就说他前面有一个岔路口，这下他们才100%确定走错了，因为当初他们遇见的第一个 Y 字路口就是最后一个，前面不可能再有别的了。这时候俩人还挺有默契的，没有再去提父子的事儿，就准备转身往返，等有信号了跟大部队联系一下再说。但每次他们刚想返回的时候，都会发生诡异的事儿。这次就听到岔路的深处有女人的声音，年龄不太好判断，反正分辨率不是很高，就不是那种小孩或者特别老的，推测是个中年。那女人一直在笑，就是那种正常的笑，有喘气儿换气儿。他吧，甚至觉得自己是得了身份证产生的幻觉。结果女生 A 就突然说，你有听到女人的笑声吗？俩人一对视，这不废了吗？而且天已经开始往下黑了，他手脚都开始冻僵，没了知觉，但他还是对着大雾里喊了一声，有人吗？我们好像迷路了。不出意外，那个笑声依旧。于是他们俩用这辈子最快的徒步速度往回跑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，因为但凡一不小心踩滑了，或者跑错地方，可能直接就嘎了。反正最后稀里糊涂的，他们终于回到了那个 Y 字路口，手机也突然有了信号。再一看，全是朋友打的电话，他就马上回拨过去，电话那头还带着哭腔，朋友都以为他俩出事了呢，打他俩电话，手机播放的是已关机。之后他就说走错了路，也没有跟他们细说这个事儿，然后就让朋友开位置共享。但他看到的一瞬间，脑瓜子嗡嗡的，因为朋友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他们刚刚返回来的那个岔路口的深处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走错路。然后他和女生 A 再次跟着位置共享踏上了同一条岔路口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次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后，发现事情变得正常了。第一个点就是环境，周围有了环境音，也有了鸟叫声，不是那种听觉真空的状态了，而且整条路一直都有信号。回去的路上呢，俩人没有说任何话，最后跟其余4个朋友会合了，看他们是真的快哭了。前前后后他们都没有跟朋友们提起过这件事儿。后来他在车上仔细想了想，你说有没有种可能，他们听到的那2个声音是在别的岔路上呢？由于他们那条路过于安静，所以才导致了空谷传响。想到这儿，他这个人作死的本质又犯了，重新打开离线地图，找到了当时1号亭和2号亭中间那个岔路口，就发现它之所以是一个 Y 字路口，是因为它2条岔路朝向的是2个完全相悖的方向，而且从头到尾他们在那条路上都没有拐过弯，就是不可能路会折回来。不过好在现在没事了，后面也是安全到了家。他还表示以后再也不去徒步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，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。如果有相关经历的，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茶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